人生攻略从不漏球啊。那么大家好，我是摸鱼很久的琉璃。本期视频是暗黑破坏神4在 DLC 版本中给我们新增的佣兵系统的完全解析啊。我呢会从佣兵特色、具体形式、技能机制、4个佣兵的全技能介绍、资源系统，还有好感交易商场几个方面，让你完全的了解暗黑4雇佣兵的运作机制，顺便再推荐一下不同环境中的佣兵使用。那需要注意的是啊，在本期视频中呢提到的一些内容均为今年5月左右琉璃做梦梦见的内容，以及当前版本数据挖掘的内容。在正式版本中呢可能会有比较小的出入，但整体上来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呢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 DLC 版本佣兵系统的入门视频。那还需要注意的是，本期视频当中并没有佣兵们的实际战斗演示，这玩意最早也要到10月5号才会被暴雪解禁。总之呢，在暗黑破坏神4的 DLC 版本之中，雇佣兵一般是充当我们的战斗辅助单位，我们呢需要在主线剧情中去解锁他们，之后就可以正常选择自己喜欢的佣兵来协助战斗了。在较低难度下，佣兵前期就有着一定的输出能力，但在难度提高之后，大部分情况下呢，他们都只能作为战斗的辅助单位来使用，为我们提供一些短暂强力或者持续但不太强力的 buff。在好感度攀升到比较高的时候呢，佣兵的商店系统还能作为游戏的润滑剂，让我们在后期的战斗体验更加的自由。暗黑4中佣兵的具体战斗方式跟暗黑3是很类似的，我们会在 DLC 的主线剧情中遇见佣兵们，在完成一个比较短暂的支线任务后就能解锁他们了。被雇佣的佣兵目前是没有装备系统的，他们会积极的参加我们跟怪物之间的战斗。佣兵的血条被打空之后会跪倒在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靠近去复活他们，也可以选择不管他们，等一段时间自动复活。除了招募时短暂的剧情之外，佣兵似乎也存在专属的剧情啊。我在做梦的时候在老地图触发了一个野蛮人佣兵的食人族剧情，花了20分钟做完之后，看了一段血腥的 CG， 还收获了大量的佣兵好感度。而佣兵的等级是依靠好感度来升级的，所有的佣兵在初次雇佣的时候都只有基础的特质，你带着佣兵击败怪物就能收获佣兵的好感了。世界地图上有时候也会刷新一些专属于某一个佣兵的冒险任务啊，比如说帮你的铁狼打铁，或者是跟你的野蛮人佣兵进行打怪竞速。完成任务之后呢，会给我们更多的佣兵好感。随着佣兵好感的提升，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增益，前4级是可以收获4个技能点的，之后呢则是一些提升佣兵好感度获取或者是提升好感货币获取的 buff。 每一个佣兵都是有自己专属的技能树的，技能点呢就是用来选择技能树的强化和分支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选择一个分支之后，我们随从的战斗风格就会定型，之后你就只能选择这个分支的对应强化了。比如说屏幕中这个野蛮人的佣兵技能树，你在选择了右边的震荡波分支之后，野蛮人就只会使用双手锤进行战斗，你就只能选他下属的响震大地或者鱼叉强化，不能去点另外一边的剁切强化了。接下来是4个佣兵本身的特质以及他们的技能介绍。拉赫尔作为最早解锁的佣兵，他的基础特质是骁勇，具体表现为在你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之后，他会冲锋向你，击退附近所有的怪物，并且让你进入不可阻挡的状态几秒。你可以选择盾牌冲锋和阵地猛击2种核心技能。如果选择盾冲核心技能的话，拉赫尔会选择使用塔盾攻击敌人，并且在命中敌人的时候为我们提供强固。这个核心技能的强化一般会选择 15% 的护甲。而在选择盾牌冲锋之后，你还可以解锁嘲讽敌人的挑衅技能。由于拉赫尔一般是在开荒前期使用的，所以挑衅一般是选择铁狼结界的分支强化，也可以选择控制技能的轰地。由于这个技能冷却时间较长，所以我们一般选择被动征服小勇的铁狼的召唤强化。选择阵地猛击核心技能的话，拉哈尔会改为使用圆盾攻击敌人，命中敌人的时候会施加嘲讽并提供少量的回血效果。选择这个核心技能一般都是为了它被动提供的全抗效果。这个核心技能下面2个分支的表现都比较一般，堡垒虽然看上去有 90% 减伤很美好，但高难情况下一开拉赫尔他就暴毙了。不知道暴雪会不会给这个技能一些加强，比如说在开启技能状态下拉赫尔也得到减伤。而盾牌飞掷基本绑定了铁狼上阵的效果，可以让骁勇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由于技能本身是偏向于防护跟控制，拉赫尔一般是用于前期开荒的，技能加点也请偏向征服小勇方面即可。与他相比，瓦尔亚纳这位野蛮人佣兵更偏向于物理输出，在开荒前期可以造成不错的伤害，不过到了折磨难度之后，他的伤害就有点不够看了。这一佣兵的特质为连杀奖励，具体表现为杀敌增加移速，每个连杀数量可以提供 0.5% 的移速，最多增加玩家 50% 的移动速度。打罗盘和深坑这种怪物密集的地图啊，基本上是可以全程维持这里加成的。他呢也可以选择剁切或者是震荡波2个核心技能。
舵切核心技能下，它的输出能力比较高，还能给敌人施加流血的效果。舵切的强化可以选择常驻 12% 攻速或者每8秒触发3秒的易伤效果。选择舵切后可以选择嗜血或者旋风斩来强化。嗜血呢可以让瓦尔亚纳获得阶段性的爆发输出，同时也能为我们提供额外的攻速加成。一般我们会选择25攻速的强化分支，配合前面的舵切强化，最多获得 37% 的攻速加成。而旋风斩分支用来控场和回血都不错，但实际战斗还是嗜血那边更舒服。震荡波核心技能下，它的输出会低一些，与之相对的是更长的爆发与控场手段。前期在我们技能循环不太行的时候，还击用来解场是很方便的。而粉碎之力在速刷端的表现是很差的，因为很容易空挥导致它打不到怪物。这个核心技能下，我们可以选择响震大地来控场，或者是选择鱼叉来巨怪输出。不过这两个技能的冷却时间都比较长，实际表现是远不如稳定收益的舵切这个核心技能的。与偏向于物理输出的瓦尔亚纳不同，奥德金是一个具有强大 AoE 力的法师，在开荒阶段他的输出能力是非常不错的。他的克制呢是恶魔变身，可以在战斗状态下变身成恶魔，造成大量的伤害。根据给他选的核心技能不同，变身的恶魔种类也会不同。如果你选择追魂核心技能，那么奥德金会变成暗影恶魔，技能以持续伤害和 debuff 为主，普攻释放暗影剑与技能释放缠绕灵魂，可以对敌人施加易伤或者是迷惑的效果。这个核心技能下，我们可以选择枯萎凋零或者是灵魂锁链的强化。枯萎凋零呢能减速减伤敌人，可以选择增幅输出或者斩杀 40% 血以下非精英普通敌人的效果。灵魂锁链则偏向于施加控场，实战中是不如枯萎凋零好用的。不过在前期还是烈焰汹涌这一系的核心技能更好用。学会这一个核心技能之后，奥德金在变身的时候会成为烈焰恶魔，学会喷火的同时，基础攻击可以点燃敌人。强化分支可以让他技能命中的敌人减速，或者是受玩家暴击几率变高。这一核心技能下，我们可以选择烈焰风暴或者火浪。前者呢可以提供大量的伤害，并且能提供作战辅助，比如让区域内的敌人死亡爆炸或者提供回能。后者则能提供更稳定的大量伤害，让怪物受到更多的持续伤害，或者是增加释放的频率。灵巫的一些短 CD 的终极技能配合火浪，在前期可以打出非常爆炸的输出但后期佣兵的伤害就不够看了。而苏波呢，是我个人认为中后期最优质的佣兵，它本身是一个可以提供中等伤害的游侠，而它主要的强度在于自身的标记特质，它是可以被动的标记附近所有的敌人和可采集物品的。而具体的形式你可以参考屏幕中这张图在野外深坑中，你带着苏波战斗就跟开了导航一样，只用看小地图就能知道附近所有怪物的分布了。也就罗盘这种本身带标记加蹲坑作战的模式，它是不吃香的。其他大部分模式中后期带它的体验比其他的佣兵要好得多。苏波如果选择震荡陷阱作为核心技能的话，那么除了原本的控场之外，还能用弓箭攻击，普攻有 30% 的概率击晕敌人1秒。由于一般我们是在中后期带苏波的，所以大部分情况下都会选择 20% 移速的强化分支。之后我们还可以选择剑幕或者散射陷阱，前者一般选择4秒 25% 的爆伤提升，后者则会选择施加易伤的分支。燃烧弹核心技能可以让苏波用弩攻击敌人，普通攻击可以让敌人减速。这个技能我们一般选择茫茫焦土强化分支，可以增幅我们对燃烧敌人的持续伤害。燃烧弹分支下，我们还可以选择狙击和爆破弹药。选狙击的话，一般是选纵火箭矢来提升燃烧弹的覆盖率。如果对幸运一击有需求，也可以选择伏击者的强化。这个强化的幸运一击触发是由它普攻的骑射触发的，相当于对单体金星还有 BOSS 是全程覆盖的。如果你选爆破弹药的话，一般是选极限爆破手，它的刷 CD 效果可以加快我们技能的循环，增加压制伤害的分支效果是非常差劲的。虽然看上去总共可以提升 36% 的压制伤害，但是由于这个技能冷却太长，还要叠加，只有打 BOSS 有效果，除非它能无限制的叠加，不然是没有什么实战意义的。解锁了2个佣兵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资源系统了。这个系统可以让我们在主要佣兵之外，额外选择一个技能作为支援技能，同时我们也要为这个支援技能设定一个触发条件，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就能触发它了。这个触发时机的种类很多，包括且不限于角色受到控制效果，或者是主动释放某些技能等等。下面2个例子可以让你更好的理解资源系统。比如说这个防御项的资源系统，我们设定的触发条件是角色受到控场，资源系统选择拉赫尔的堡垒，这样就能在我们的角色被怪物击晕击倒的时候，自动召唤拉赫尔来释放堡垒技能，为我们提供解控的无阻和减伤效果。另外一个则是输出型的资源构筑，我们的触发条件设定为死灵法师使用诅咒的时候，资源技能选择瓦里亚纳的鱼叉，这样子呢就会在我们释放诅咒技能的时候召唤它来释放钩子巨怪了。需要注意的是，前面所提到的这些资源技能本身也是有内置冷却的，所以除了前面的控制触发构筑之外，一般都会选择无冷却或者是极低冷却的技能，保证自己可以高频率的触发这些资源技能的效果。最后是佣兵自带的交易系统的介绍。
比起短暂爆发类的争议系统而言，这个系统对我们的提升可能会更大一些，尤其是在开荒阶段。我们在前面提过，带着佣兵战斗就能获得好感，前面4级的好感度会提升我们佣兵的技能点，而后面的好感度呢，则会提供各种与佣兵相关的争议，包括增加好感度获取材料，或者是苍白印记的获取，以及一些直接提供材料的宝匣。10级之后，如果我们再获得好感度，就只会重复的提供苍白印记给我们了。这些印记可以在佣兵的聚集地进行使用，这个区域中你可以用它来在每个佣兵的专属商店处来购买物品，或者是在中央的台子上对佣兵商店进行调整。佣兵商店出售的物品种类是非常多的包括且不限于传奇装备、BOSS 门票、装备强化材料、遗忘之魂等基础材料，打孔器甚至是符文等等也是有出售的。暴雪给出的演示图里，A 德金的商店就有同时在出售2枚传奇戒指、打孔器、天使之息和玄奥符印。如果随从商店内的东西被全部买完，或者是刷到的商品你觉得没有用的话，那么你可以点击左下的这个按钮来花费苍白印记，直接刷新商店内的所有存货。除此之外，在佣兵等级足够之后，我们可以用花费苍白印记和佣兵来签署交易协定，让佣兵商店的下一次刷新出现我们想要的东西。比如说你缺金造材料，那么就去签金造的协定，缺打某个 BOSS 的材料就直接签署 BOSS 专属的协定。从数据挖掘来看，协定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从装备到材料到符文到传奇，应有尽有。装备方面还有2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比较宽泛的威能选择，可以让随从商店大概率刷出偏向某一类威能的装备，另外一种就是你直接指定装备类型的协定。不过我在使用时候的体验是中后期一直选资源类的协定就好了，这一类的协定一定会出戒指跟项链。其次就是在我懒得刷门票的时候一直拿 BOSS 门票材料的协定了，就是不知道正式服的兑换比例会怎么样。在我梦中的版本，差不多你去刷1个小时的深坑就能去打15到20把的 BOSS， 估计正式服应该不会有这么高的比例了。但不管咋样，佣兵这个交易系统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争议卡威能卡暗金的开荒阶段，它的作用甚至要远高于佣兵本身。总的来说， DLC 的佣兵系统是一个对游戏体验提升巨大的系统，佣兵可以在游戏前期作为额外的战力，中后期也能提供不错的辅助类加成，尤其是苏波的导航在飞罗盘的环境非常出色。好感商店则是更进一步的全方位的提升，我唯一的希望是正式服它不要被砍得太多，这样子呢我就不用去刻意刷 BOSS 的门票了。那么以上就是关于佣兵系统的具体介绍了，我是琉璃，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